祝你平安。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。在诗篇98篇4到6节提到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，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，要用琴歌颂耶和华，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，用号和小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。感谢神让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主，来唱首诗歌，让赞美飞扬。我们继续来唱首诗歌，敬礼。神在
自由拥有的神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面前能够因着有你跟有不一样。主啊，求主你使用每个人，不管顺境逆境，我们都能够在上帝面前活出你的样式，且能够知道是你的心意。愿主看顾一切，这样祷告奉主祈求。在以西结书34章12、9提到，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，怎样寻找他的羊？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神应许他就是那牧人，他看顾每个属他的人，并且赐下他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，要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且看见那爱和那白白的恩典。我们来唱下午诗歌，若不是你的爱。
献上我们的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主是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来敬拜你。求主来保守看顾我们的生命，主让我们能够学习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主啊，求你的保守看顾，让我们能够将这个世上的许多事情看作粪土，乃是为了能够来得着基督。求主来保守看顾我们的生命，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更多的学习依靠你。主，我们有困难，我们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向神来祈求。愿主的保守帮助我们，愿主的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，看顾保守我们的生命在主基督里。献上感谢赞美，祷告奉主祈求。接下来把讲台交给今天的讲员张教论传道，要分享信息是心里苦要向神说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刚才下来的时候，有个妈妈一直提醒我，就是讲话要大声一点，所以我会尽量。如果你觉得太小声，就打个 pass， 我会尽量大声。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呢，是在雅各书第5章第13到20节。雅各书第5章第13到20节，可以先翻开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。雅各书第5章，我们翻到页数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。好，雅各书第5章第13到20节。好，我先开始，我读一节，你们读一节。雅各书第5章第13到20节，我先。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苦，他该祷告；有人喜乐，他该歌颂。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他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，奉主的名为他们出于信心的祈祷，必能救那病人。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得医治。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与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地祈求不要下雨，地上就3年6个月没有下雨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就有了出产。第19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人迷失了真理，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应该知道，使一个罪人从迷路中回转，会从死亡中把他的灵魂救回来，而且遮盖许多的罪孽。好，这边讲到一开始讲到说，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受苦，就该祷告，然后接下来到这一卷书的结束，就在讲祷告这件事情。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到一个网络上很流行的一句话，叫做宝宝心里苦，但宝宝不说。有听过这句话吗？大家知道在讲什么？大家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？宝宝通常指谁？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有人说宝宝是宝宝不说，他在表达什么？自己苦，但他不说，这样有解释到任何东西。但他其实就说了，对不对？他在形容一种感觉就是心里很痛苦，但是又可以说的一个状态，或者不想说的一个状态。那心里苦已经够苦了，对不对？当他又不说，不管是不能说、不想说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更苦。我相信大家人生到了这个阶段，不管什么阶段，都知道是心里苦是生命中的常态，对不对？可能造成心理痛苦原因很多，所以那个大概不是太令人意外的事情。真正的痛苦可能不是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，而是当你发现你心里苦，却又没办法说的时候，那是真正的痛苦。我觉得那也是这句话想要表达，就是很苦闷可是我又不能说的时候，那真的就是苦上加苦，很难过。那为什么不说呢？你们觉得他为什么不说？宝宝如果心里苦，怎么说？不能说，
说出来会出事，是不是？还有不能说他们说了会出事，说了就不能说嘛，对啊，不想说，为什么不想说？说了也没用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也不说？有一种可能是他找不到人说，他想讲，他不知道可以跟谁讲，他不知道谁会在乎，谁会有办法帮助。我觉得这句话之所以这么红，我觉得很可能它真的反映了现代人的很多时候真实的情况，就是他很苦，遇到很多事情很痛苦，可是他不想说，就是说了也没用，或他不能说，一说了会出事，或者他找不到人说，他觉得没有人真的关心他或了解他，这是现代人的苦。但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也都经历很多的痛苦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如果苦，我们可以说，就在找到人说，我们可以跟上帝说，就是可以祷告。所以当我们想到世上有很多人不认识上帝，他们心里苦而且无处可说的时候，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想到我们很感恩，我们心里苦的时候我们有神可以说，我们也要想到，其实面对这种心里的痛苦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向神说。那雅各书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是在这整卷书的最后一段。那雅各书的读者就是一群在受苦中的基督徒，所以雅各透过这段经文，整卷书甚至是这本书最后的这段经文来做一个总结，就是勉励这些信徒在受苦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向神祷告。而且如果仔细去看，你会发现当中有好几种不同的祷告，我们等一下会来看。我们来已经出来了，好，对，在第13节、14节跟第19节，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字词重复的出现？13节、14节跟19节，有什么词重复出现？你们中间若有人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13节出现过一次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苦；14节出现过一次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；19节也出现了，就是你们中间若有人迷失了真道等等。作者用3次的重复的“你们中间”来表达，分别指出3种不同的祷告的模式。分别就是提到的，一个是自己为自己祷告，一个是请人为自己祷告，一个是主动为他人祷告。这有点像是一个人生病的情况的严重的程度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一般的小感冒，自己可以休息就好了。第二种就是可能生病比较重，需要求助医生。第三种就是可能已经昏迷了，已经没有办法做什么，你需要别人来帮，主动来帮助，有点类似这种阶段。那我们先一起再把13节读一次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读一下13节。来，请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苦，他该祷告；有人喜乐，他该歌颂。这边讲到说，你们受苦了要该祷告，该强调的不只是一种期许，说你们最好这么做，而是你们必须这么做。你受苦的时候就必须要祷告。这很像什么？上个礼拜我跟我们就是带一群高三生去台东玩这样子。那当中我们有一个同工他就是感冒还没好这样，所以呢有一天早上他就没有跟我们出去，他就在寝室里面休息。然后就想到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去看医生，就是感冒都去看医生。然后你知道小时候就很爱问问题嘛，我就问医生叔叔，因为叔叔因为妈妈如果生病要来看医生，我就说那如果看医生病会比较快好。然后医生就跟我笑一笑，说如果你感冒啊，你如果有来看医生有吃药，多久会好呢？你大概1周就会好。可是如果你不来看医生不吃药，你多久会好呢？你大概7天会好。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感冒不管你有没有吃药，吃药只是帮助你减缓你的症状。其实真正要感冒能够好，是你需要充足的休息。时候到了，就是那个什么，一个礼拜过了，你就是会好。所以我觉得就像感冒，你需要做的事情，吃药会帮助你快点好。可是你好好休息，你身体就会自然的康复。应该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。你感冒一直不好，其实重点不是你没有去看医生没有吃药，是你一直没有好好休息，是不是？所以
感冒的时候需要休息才会好，就像你受苦的时候，你需要祷告，你才有办法度过。那这边很有趣，讲到说，他不只是说受苦要祷告，也说喜乐祷告。因为他这里讲到受苦，他并没有明确的指出是受什么苦。但如果有机会看第5章的前面第1到12节，你会发现这里所说的苦可能跟前面所形容的情况有关。1到6节在讲什么呢？讲到这群人他们急急营营的想要积转钱财，然后神跟他们说，你们太看重钱财了，以至于你们行了一些不公义的事情，或者你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要，这是作者对他们的责备。那第7节到第12节呢，讲到的是他们就是讲到说第9节讲到说他们因为一些冲突而彼此埋怨。那我在想，会不会这里所说的第13节所说的受苦，跟前面1到12节所提到的一些现象有关？那可能表示说，人为什么会受苦，可能跟第3节提到的那个要积蓄钱财有关，或者跟第9节提到的那个彼此埋怨有关。我就在回想，什么时候、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会觉得心里很苦？我觉得真的也是有2种情况会让我们心里很苦。第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的期待落空的时候，好比说，你很认真的准备考试，很努力的准备，结果没考好，这会很苦，对不对？假设今天台湾就不要去谈地产，反正任何一个人考试结果不如预期，他会很痛苦，对不对？或者你很认真的经营一段感情，结果被人家甩了，这很痛苦，对不对？或者你工作遇到一些困难，就当你很期待一些事情发生，你也很努力的付上代价，可是结果却不如预期的时候，这常常是我们痛苦的原因之一。另外一种痛苦呢，讲到那个彼此埋怨，我觉得讲到是那个关系上面的紧张，就是你跟你的家人吵架，然后很痛；你被你的朋友误会，会让你很痛；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服侍，跟同工意见不合，常常也会让我们心里不舒服好一阵子。所以我们的苦常跟最起码常会跟我们的期待落空或者关系紧张有关。我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跟大家讲我要结婚了以后然后就有一些学生主动跑来，想要寻求一些在感情上面的一些咨询，就突然好像我变成恋爱的这种顾问专家还是什么的。然后这些人都是男生。然后他们遇到的情况都是他们的女朋友决定跟他们分手这样，然后他们就问说他的我怎么样可以挽回？我就心想怎么会来问我呢？他们说你跟你二姐不是就是复合吗？他觉得应该很有办法，应该很了解，殊不知，好，没有重点不是这个，甚至有人就是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他就是辗转得知。跟你二姐的故事，然后就跑来说，像你说，我真的需要跟你聊聊这样子。我要讲的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，这真的是一件让人很痛苦的事情。当人的期待落空，或者关系失去，或者关系有冲突的时候，真的会让人痛苦的一件事情。可这边跟我们说，如果受苦了，就该祷告；喜乐呢，就该歌颂。为什么他不只讲出受苦和祷告，这我们可以理解，他特别要提出喜乐该歌颂，到底是在讲什么？我觉得他有可能有2种可能的解释。第一种可能解释就是说，人生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状况，有的时候是痛苦的，有的时候是喜乐的。那你不能只是痛苦需要帮助的时候才祷告，你喜乐的也一定要向神感恩，这可能是一种情况。或者是当你在痛苦的时候，你因着属神的恩典，你就会喜乐，会向神感恩，这是可能的解释。当然，另外一种解释就是，它可能不是指2种不同的情况，痛苦的情况跟喜乐的情况，它可能是指一个先后的次序。就是当你痛苦的时候，如果你祷告，你就能够经历在痛苦当中靠主的喜乐，而向神歌颂。当然是指2个不同的情况，也可能是指前后的顺序，
当我们痛苦祷告，就必然喜乐，就可以向神歌颂。我不知道我们跟大家分享过，曾经有一个辅导，他分享他自己祷告的经验。他就说，他讲得很好玩。他说有一次啊，他应该也是跟一个同工吵架，他就非常的生气，气到晚上都睡不着觉。然后他就在睡觉前，他就对上帝祷告，然后还是很生气，非常气。他跟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我给你2条路，你自己看着办。”现在有人这样祷告吗？他是上帝，他说我不管，我给你2条路，你自己看着办。2条路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呢，你改变他，你改变那个让我生气的同工，不然你就改变。然后他就去睡觉，我说上帝看着办。就隔天早上起来了，他就发现他不生气了，所以他就发现，上帝改变了他。就是我们常常在祷告中经历类似的事情，就是上帝他也许不见得改变我们外在的环境，可他改变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跟行径，以及有些事情本来可以让我们很痛苦的，因着我们的心境、我们的想法、态度、观念被改变，就变得没有那么痛苦。所以我觉得一开始雅各在这边指出，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就该祷告，有人喜乐就该歌颂，是要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受苦的，就像我们生病感冒，要休息，我们就会好。我们受苦了，为什么祷告？我们就会经历在主里的喜乐。为什么会经历主里的喜乐呢？因为神可以透过祷告帮助我们从那些汲汲营营、那种期待落空的痛苦，以及那个斤斤计较、那个关系紧张的痛苦当中抽离出来。所以，我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情，并且看见神在当中的恩典，我们就可以靠主喜乐。就是第一个祷告的方式，就是在受苦的时候向神祷告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我们读一下第14节吧。我们一起来读第14节。预备，请。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，他就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，奉主的名为他祷告。好，到这边他讲到说，第二种情况呢，第一个情况是受苦，第二种情况是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生病，对不对？好，什么叫生病呢？哈，生病可能是指身体的疾病，当然也可能是指心灵或者灵性上的疾病。啊，不管如何，它就是属于讲到一种是需要被帮助的情况。所以，当你生病了，需要被帮助的时候，你就要请人来为你祷告。这跟前面不一样，前面是你受苦时候你自己祷告，现在是你生病了，你需要被帮助的时候，你请人来为你祷告。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很平常。很多时候，其实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想请别人为我们祷告的，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需要。这有点像我们生病了不想去看医生是一样的道理。而且生病是比较严重的病，去看医生是会更严重的。那所以很多时候，雅各之所以在这边提，就是因为真的我们会有这种情况，说我们其实明明有需要，我们其实自顾不暇，我们其实无能为力的，是我们不愿意请人来帮助我。我常常觉得成为基督徒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。我最近有一个，应该说，我觉得自己在教会久了以后，我就发现，有时候越资深的基督徒，或者是你在教会服侍越多的基督徒，要承认自己软弱，承认自己需要被帮助，需要别人为你祷告，其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常常觉得我在学校团契那个跟学生小组分享啊，大家都分享带导思想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不知道我可以讲什么，就是我觉得也很难。你让我真的跟学生说我软弱什么，我觉得好难。我就真的要承认自己需要被帮助，并且请别人为你祷告，有时候不是容易的事情。可上面最近透过我一个小学同学来提醒我这件事。小学同学他就是小学同学，就是他不是基督徒，可是他到了我们国中、高中都念同一个学校，所以一直都保持联络这样。他偶尔也有机会带他去教会，但他一直对信仰没有太正面的回应。后来大学，我们念不同的学校，就比较少联络。后来他也出国读书，然后回来。那最近过去这2-3个月，他又主动的跟我联络。那跟我联络是什么呢？他就说他想要信耶稣，想去教会。然后我才知道，原来他
过去这1-2年生命当中家里经历了蛮大的事情，使他很深刻的发现自己需要这个信仰。可是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还是对信仰有很多的批判，他对教会有很多的批判，然后他也，我觉得他有内心的骄傲吧，就觉得自己真的需要这个信仰，他知道很需要，可是他一直问自己，我真的需要吗？这真的是真的吗？反正就是很困惑，对不对？那前一阵子他就打电话来，他说他又就是讯息跟我说，他说他觉得自己很软弱、很无力。你知道，当你听到人这么跟你讲说，你会怎么回应呢？他说他很软弱、很无力，而且很需要被帮助。他心情是很沉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回应就是：哦，真的你一定很难过，你一定很，就是试着同理他。我辅导中的这一套，讲中的很难过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但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兴奋的，而且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觉得他终于体会到信仰的核心了，就是我们是承认需要帮助的一群人。所以到后来我就忍不住了，就跟他说：“其实我很开心。”这样，他就很说：“哈，为什么你会很开心？”我说：“我觉得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就在这里，就是我们承认我们就是很软弱、很无力，我们很需要被帮助。”所以我觉得上帝透过他的这个分享，让我谈到，对啊，其实我也一样。那为什么我常常不愿意向你承认？其实我也是需要被帮助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如果我病了，如果你需要被帮助的时候，你就要向人寻求帮助。向谁寻求帮助呢？这边讲到说是谁啊？教会的长老们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里应该重点不是在讲教会的长老们有什么特别的、特殊的能力。他如果你是长老，你祷告就特别有效。我想重点不在这里。其实在这里讲到教会的长老，就代表整个教会的权利。当你请教会长老来祷告的时候，就代表你请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为你祷告。要怎么祷告呢？要奉主的名为他抹油。奉主名以前就强调说，今天这个祷告，如果真的看见了任何的改变，那都是上帝的作为，因为这是奉主的做的祷告。而为什么要抹油呢？因为油象征神的同在。就业当中，油就是神高立人嘛，与神同在的，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记号。所以讲到说，请教会的长老来奉主的名抹油，就是强调你要把你的需要让你的弟兄姐妹们知道，你知道在为你祷告的时候，就可以跟你一起经历上帝的作为跟上帝的同在。所以我以前都觉得，你知道周报上都会登那个祷告与感恩事项，我以前都不觉得这内容有什么重要，因为常常连续好几周内容都一样。可当我发现，这其实就是在实践这里所说的，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需要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使教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。所以每当我们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，你要想到的是，真的有人是需要我们为他们代祷，那我们就不要轻看这件事情。那同时，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也发现，上帝也时常透过他人为我们的代祷来对我们说话。我不知道大家知道，就是7月初有那个青年宣道大会，那就像团契是主要参与筹备的团队。那所以我们每一个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营会，学生加辅导员加起来就快要2000个人，我们现在总共只有在40-50个人，所以我每一个人其实都身兼多职。我每天早上啊、中午啊、晚上几乎都有一些特别的任务，什么就是当值班员啊，或者是什么座谈会的班长啊、带查经啊，什么等等等等，带祈祷祷告，反正就是整个期间就是很忙，就是每天都是满满的行程这样。可在这么多的事情当中呢，我最感动的，我觉得最乐在其中的是，就是在那些满满的行程表之间抽空跟学生约谈的时间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场地在那个中原大学嘛，中原大学门口有一个星巴克。有一天就是我就抽空抽时间冲去星巴克跟学生约谈，其实就发现好几个校友们都在里面约谈，这样大家都抽空跟学生约谈，也实在没有时间。可是呢，在这些约谈过程当中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学生主动来找我们，比如说难得在前面有机会见面，会聊一聊。然后聊完以后，学生就
都说啊，谢谢孝文哥，好听我讲这些，这样为我祷告。然后我们也有一段时间是那种，我们有一个所谓辅导中心，就是让那个我们一些同工去那边轮值，然后有学生有需要的可以来找我们祷告。那些学生就是我们完全不认识，他每次一来，我们就是坐在那边听他讲，然后最后会和他祷告。然后每一次跟学生约谈讲完祷告完以后，其实我自己都很深的感动，我真的觉得上帝好像透过这样的祷告跟倾听来回应学生，来对学生说话。就学生有些虽然我完全不认识，他祷告完他就真的很感动，然后很说谢谢到那个，就是花这个时间听他讲，为他祷告，然后觉得我真的没有做什么，而且我更深的想到的是，其实我自己的生命，从我国中、高中、大学以来，我也经历了无数次，我找人聊，请人倾听，然后请人为我祷告，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上帝对我说话，重新安慰我，或者激励我，或者帮助我去生命的成长。所以我就很感谢神的是，过去我经历了这么多的人，我觉得我的生命成长是常常是被这样描出来的，祷告导出来的。而如今上帝让我有机会参与在其中，同样的回去倾听这些学生为我们祷告，我就觉得这是上帝常常对我们说话的方式。除了我们自己祷告、自己读经之外，上帝常常透过身旁的人为我们祷告，在那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两个人不只提到一开始说受苦了自己祷告，也提到了你真的病得严重了，你请为自己祷告之外，第三个祷告是在第1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19节吧。预备起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失信，知道而有人使他回20节，这人该知道，行得罪的人从迷途中回转，会从死亡中把他的灵魂救回来，而且遮盖许多的罪。第三个祷告的讲到的祷告就是主动的为他人祷告，因为第一个主角是受苦的，第二个祷告是生病，第三个祷告呢是迷失了真理的人。这样的人他大概已经不会自己祷告，也不会想到启蒙为他祷告，他就是一个你如果没有人帮助他，不会向你寻求帮助的一个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需要身旁的人主动的，虽然他没有提出来，他甚至不知道要他祷告，可这时候是需要我们主动的为他祷告。而这边讲到神确实会使用我们的祷告，使这些信心软弱的或者远离神的人回转。所谓迷失了真道，那可能就是那些信心软弱、远离神、远离教会的那些人，或者从来不认识神的那些人。当我看到这，我就想到这本书叫做《不再是我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做袁佑轩，他是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华侨，这是他跟他妈妈一起写的一个见证集，其实就是妈妈的日记跟他自己的日记，然后就是交错的出现。那为什么会厚厚的一本呢？是因为这个袁佑轩这个故事的主角，他本身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。他从小在美国长大，是一个华裔的就是第二代、第三代。那从小就是要在国外，在美国的华裔方面很认真读书，家里成绩很好，后来考上医学院，准备要毕业后要当牙医，是有很好的前途的。可他在成长过程中发现他自己的性向就是喜欢同性，所以当他跟他父母讲之后，父母完全没有办法接受，他就愤而就离家，类似离家出走，不再跟家里有太多的联络，关系也很紧张。那他就开始真的认真的过自己的生活。可是过到后来，就是发现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跟同性的这种群体当中，然后他也开始染上了毒瘾，然后有就是很多的性的行为这样，所以他就染上毒瘾之后呢，他就开始把他的学业都放下，就开始去做这个毒品中介的生意，就开始当中盘大盘，然后事业做得很大，收入非常的丰富。